在所有宠物龟中，有一种龟非常特别，作为宠物，它跟主人几乎没有互动，只依靠霸气的外观就圈粉无数，也出现在许多文艺作品中。它就是龟界行走的装甲车，鼎鼎大名的大鳄龟。大鳄龟又叫真鳄龟，属于鳄龟科大鳄龟属。它是一种保持了原始龟特征的巨型水龟，其显著特征是头部硕大厚重，甲壳长而厚实，背部有3条布满大型鳞片的脊棱，外形让人联想到背着铠甲的鳄鱼。嘴巴前端的上下合成钩状，像鹰嘴一般锋利无比，可咬断人的手指，口裂成 V 型，张开极大。大鳄龟终生都会持续生长，所以大鳄龟的体型也会非常巨大。排除异常巨大的个体，成年大鳄龟的背甲直线长度通常在35至80厘米之间，体重在10至90千克之间。雄性个体通常比雌性更大。它的背甲盾片呈棕褐色，13块盾片就像13座小山连绵起伏，呈纵横3行排列。背甲的边缘有许多像锯齿状的凸起，眼睛长在口的两侧，头和颈上有许多肉突，腹甲较小，呈十字形。它的舌头上长有一个鲜红色且分叉的蠕虫状肉突，通过中间的圆形肌肉与舌头相连，两端能够自由伸缩活动。尾又细又长，尾茎基部生有3纵裂，小丘状角质凸起，四肢较粗壮，指尖都有蹼，利于游泳和爬行。与其他龟类不同的是，它的头和脚不能缩入壳内。大鳄龟几乎完全为肉食性动物，它既会捕食活的猎物，也会吃腐肉。总体而言，只要是能捕获到的猎物，它都会吃。野外大鳄龟的主要营养摄入以鱼类及软体动物、腐肉和两栖动物为主，也有观察到它会捕食蛇类、蜗牛和其他无脊椎动物，有时甚至会捕食小型鳄鱼和其他龟类。经研究发现，成年大鳄龟胃中的橡果占胃总容量的 56.2% 之多，这应该是橡果不好消化，在消化道内留存的时间可能更长，导致了这个数据偏高。由此推测，大鳄龟或许是橡树重要的种子传播者。此外，大鳄龟偶尔还会捕食中小型哺乳动物。当松鼠、老鼠、负鼠、浣熊、球鱼甚至野猪等哺乳动物试图游泳或靠近水边时，大鳄龟也会突然捕食它们。说到进食，大鳄龟与其他龟类进食方式完全不同。大鳄龟是一种机会主义捕食者，它会安静地趴在浑浊水域的底部，张开嘴巴，露出舌尖的蠕虫结构，以此吸引鱼类及其他猎物，将它们引诱至攻击范围内。这条蠕虫状的舌头会模仿蠕虫的移动方式，把猎物引诱到它的嘴边，这是一种进攻性拟态行为。随后，大鳄龟会以极快的速度和巨大的力量闭上嘴巴，完成伏击。尽管大鳄龟不会主动追击猎物，但它们能感知到猎物释放的化学感应信号，从而选择最有可能捕获食物的位置。幼年大鳄龟常以这种方式捕食小鱼，而成年大鳄龟每日需摄入更多食物，所以它们也会主动的觅食，而且更偏爱伺机抓一些其他的龟类、落水的动物等等。它们强大的咬肌足够用来咬碎其他龟的龟壳。大鳄龟虽然可以说是当地水域食物链的顶端，但是它们还是有天敌的，那就是北美水獭。它们会捕食处于幼年阶段的大鳄龟。大鳄龟大概在12岁左右，雄性背甲长约 37.0 厘米，雌性约 33.0 厘米，达到性成熟。它们每年进行一次交配，在南方地区交配发生在早春，而在北方地区交配则推迟至晚春。大约2个月后，雌性大鳄龟会筑巢并产卵，每窝产卵数量为10至50枚不等，卵的孵化期为100至140天。部分雌性大鳄龟每年都会产卵，而另有部分则会每隔1年产卵一次。大鳄龟的性别由一种被称为温度依赖型性别决定的机制决定，通俗点说就是由龟卵的孵化温度决定。几乎所有龟类均通过该机制确定性别。对于大鳄龟而言，孵化温度越高，幼龟中雄性的比例就越高。据说大鳄龟寿命可达200年，不过更普遍的情况是存活80至120年。在人工饲养环境下，大鳄龟的寿命通常为20至70年。传说在1937年的堪萨斯州曾发现过一只重达183千克的大鳄龟，而有记录最重的个体是芝加哥谢德水族馆饲养过一只16年的成年大鳄龟，体重达113千克。同样在芝加哥的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还曾饲养过一只体重107千克的大鳄龟。大鳄龟大部分时间都喜欢趴在水底，基本都在深水里悬浮休息，不爱频繁游动，所以只要空间够大，水深足够就行，简直是懒人玩家的选择。它领地意识很强，绝对不能混养，哪怕是同类也会打架互咬。大鳄龟吃得多，拉得多，排泄物量大，水质很容易恶化，必须装大功率的过滤设备，并且定期换水。最适水温25到30摄氏度，夏天自然水温即可，
冬天建议加温越冬，把水温稳定在25°C左右，正常喂食，别让它冬眠。尤其是北方地区，低温冬眠风险极高，每天保证2到3小时光照，有自然光照最好，没条件就用 UVB 晒背灯，每天定时开启，帮助它吸收钙质，预防背甲软化。幼龟以高蛋白食物为主，每天喂1次。成年龟喂鱼、虾、鸡胸肉、大鳄龟粮。成年龟隔天喂1次，每次喂食量相当于它头部的大小。作为比较热门的观赏龟品种，在原产地的美国，野生种群已经被抓得快绝户了。但是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多个国家，大鳄龟还是属于入侵物种。所以当你想养一只大鳄龟，那么就要选择合法饲养的人工个体，并且你不想养了，也要严禁放生，要找靠谱的玩家或养殖场接手，别随意丢弃。龟友们，你见过最大的大鳄龟有多大？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霸气大鳄龟，点赞关注，下期咱们再见。